如果你是小个子或梨形身材，偏好比较中性随意，或者是跟我一样喜欢冷静中带点疯癫感，但又要符合日常通勤的穿搭，以及希望买的衣服能够触感柔软，多穿几季，有以上这些需求的朋友，今天这一集我们分享的 Uniqlo U 系列或 Uniqlo C 还有 Uniqlo 里面有什么可以买的单品，或者是哪一些最好避开的，跟大家分享。Hello， 老朋友或新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Typical Girls， 我是最近在缓慢恢复周更的 A。因为这次 Uniqlo U 系列我也没有买很多，就是2样，其中一件还不是衣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件好了，这件是这件立领的亨利领的衬衫，材质是100% Lyocell。Lyocell 是我还蛮喜欢的一种布料，它是由植物纤维捣碎之后制成的环保材质。它的优点就是透气性好，垂坠度好，触感非常的柔软，而且还可以抗菌，有光泽，摸起来手感就是很好。再来就是它也比较不容易静电，在冬天的时候穿，如果你跟电比较有缘的话，蛮推荐这种材质的。但是世界上就是没有完美这个东西，它也有它的一点小缺点。它的小缺点呢，就是它不耐高温。如果一件衣服里面的 Lyocell 的成分越高的话，也代表它比较脆弱一点，它很容易被勾丝。另外它也会起毛球，而且耐磨性比较一般。在意这几点的话呢，可能要慎选。不过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比较触感让你比较舒服的，那我觉得 Lyocell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这一件 Lyocell 它是比较有一点厚度的，所以也不用担心秋天的时候单穿它会很冷。另外我觉得它唯一的稍微改一点的地方呢，就是它的下摆。它的下摆穿起来真的是有点过长，我觉得它的长度有一点尴尬，但我知道它应该是想要做 oversize 的长度真的还蛮难调的，如果很介意这个长度的话也要慎选。第二件 Uniqlo U 我有买的就是这个背包。这件背包呢，就是很有一种 Sarah Lynn 的浪人随性这种艺术家感。这个包包我也是看超久的，就在网上看到这个白色，我就很心动，就是有一点点偏灰，偏带一点黄。包包的重量还蛮轻的，因为我最近开始恢复正常的运动了，我会需要带一些水壶啊，一些换洗衣服。那这种包包大小就还蛮适合我塞那些有的没的的。我还没有试带过电脑或者是 iPad， 就不知道会不会过重，之后再跟大家 update。再来就是我本来以为我不会买的 Uniqlo C 系列，因为去年其实我就有在现场看了 Uniqlo C， 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点点失望，因为它的版型 oversize 的蛮奇怪的。如果要选 Uniqlo C 的系列的话呢，外套类啦，往小2号选，它的外套做的真的非常的大方，它的布料给的真的是很 oversize。这一件呢是 G 选的，站上是说卡其色，但是我自己觉得它是有一点偏灰的绿色，带一点灰色调的绿色。这件外套就非常的轻，非常的 oversize， 它是男生的最小号只有到 extra small， 如果它能出到 extra small 的话，那真的是太完美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大风雪天，刮风下雨都得遛狗的话，这件外套我感觉真的还蛮好的。那但是另外要说的就是这件真的是很 oversize， G 它就是想要追求一个比较夸张的轮廓曲线，所以他选了这一件。去现场看之前，我有锁定3件是我这一季必买的单品，就是这一件长袖的垂坠风上衣，还有配它下半身的垂坠风轻便长裤。它的版型就是有在裤管的地方有做收口，所以它会有一点像是 The Mac 很经典的那个版型。再来第3件就是这件白色的长版大衣。那为什么后来我这3件都没有选呢？因为它现场看其实是有一点偏黄绿色，基本上我觉得跟米白色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它这3件就是真的穿起来很舒服，垂坠度也很好，它的裤子也不会因为它的材质是比较轻薄的感觉就看起来比较显胖啊，就不会显肉。但我现在回来冷静一点想，我可能会回去买黑色的那一套。再来就是这件长大衣，为什么我没有买呢？因为我本来以为它是做像风衣的材质，但是现场去摸它是有点类似已经像是雨衣了，
的。其实这种羽翼的材质在美国东岸这边冬天穿甚至春天我觉得都还蛮防风又防雨的，只是如果要作为一件大衣穿的话，我就会觉得它好像没有到那个效果，而且它的声音蛮大声的，就是你稍微有走动啊拿东西啊它都会让你很高调。所以这3件就觉得可能真的很看个人喜好吧。联名系列呢我觉得大概可以买的就这样子了。接下来要介绍就是这件 Uniqlo 自己出的灯芯绒的绿色裤子，这件是男版的，是 G 他选的，他想要灯芯绒的裤子已经很久了，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一个质感或者是价钱不错，要不然就是穿起来不能太臃肿，至少修身一点嘛，就是如果他不是故意做 oversize 的话，那穿起来至少要能够线条顺眼一点。那这一件穿了以后是非常的修身，而且它虽然是男版的哦，但是居然可以不用改裤长，因为它本来就是给男生穿做到脚踝的直筒裤。如果你也是在找灯芯绒的布料的裤子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这件 Uniqlo 男版的灯芯绒裤。这件格子的 oversize 的外套也是 Uniqlo 它自己的系列，它这件做的就是很硬挺，另外它下摆结束的地方刚好遮到臀部的地方，虽然它的材质是比较有点蓬，然后看起来好像有点笨重，但是其实穿上身并不会有种臃肿感。前几天大概20度左右我们穿就还蛮刚好的，甚至会有点热。这件真的很不错，而且它的格纹在现场看这个格纹还蛮低调的，有一种很休闲的感觉。最后一套我也看了它很久， Uniqlo 自己出的针织系列，就是在家穿的针织衫还有针织裤。这件上衣大家如果有摸到的话，它就是穿起来很顺很柔软，然后也不会扎，当睡衣我觉得睡起来也蛮舒服的，因为我前几天已经穿过了，是我洗了2-3次之后的效果。本来担心说洗1-2次就会有很严重的起毛球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他们这2季研发的针织衫的系列很厉害，就是穿上去完全不扎之外，就也会让你觉得很舒服，然后它的版型也让你觉得很轻松，活动起来不会有一种局限感。这件我是选了我一般穿的尺寸 small， 但是如果你想要选更合身更贴身一点的话，建议可以比平常小一个尺寸选择。就连它的裤子我觉得也是，但是因为我就是想要在家穿比较宽松，不会让我觉得说我吃一口饭我就要吐了的感觉的衣服，所以我都还是选平常的尺寸。但是如果你比较追求那种比较合身的感觉的话，可以往小1号选。这件针织裤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优点，就是它居然有口袋，设计很细心很贴心因为有时候在家手机不知道放到哪里，就是也蛮麻烦的，然后有一个口袋能够放一下东西，真的很方便。为什么居家裤大家都把口袋很多都会把口袋省略，就穿起来真的很舒服。不过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反映说这个裤子会越穿越长，大家洗的时候记得就是它是要阴干的，把它这样平放的阴干，看看这个效果会不会好一点，不会那么容易把它拉长。这当然是因为要展示给你们看，所以就夹了起来，但平常的话我应该会把它折起来就好了。接下来比较不推的就是，如果你是敏感肌，像我一样穿毛衣很容易会痒会红的话，这一季的毛衣触感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当然它的设计什么的都还蛮可爱的，可是也让我蛮失望的，因为它就是会碰到我的脖子，或者是碰到我没有穿内里的地方。我觉得毛衣会让我敏感，比它会起毛球还要让我不能忍受。另外我觉得可以避开的就是磨毛上衣的那种长袖，设计是还蛮可爱的啊，左胸口有一个很大的口袋，就会看起来很完味，然后整体的廓形是比较蓬的，不想要穿起来比较臃肿的话，这一件穿起来会看起来比较臃肿，加上冬天如果要套外套的话，我觉得这件会让我比较困扰。另外像它这个棉质的宽版裙，我也觉得它的设计是很可爱的，只是我不是很喜欢它的料子跟设计的搭配，因为它的摸起来是棉，有点像衬衫的材质，但是有点过轻。那过轻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会看起来比较飘逸，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很容易飘，可能裙子很容易被吹起来，风一大你就变玛丽莲梦露。这些就是在影片开头我提到衣服的一些要素里我会避开的单品，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啦，Uniqlo 系列我就分享完了，不知道大家买了什么，觉得真的很不错，欢迎大家不要尝试，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买了什么好物，不买会后悔。如无意外，我们下周见，拜拜。对了啦，还有最后一样 Uniqlo C 系列，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怪癖、小喜好的单品，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我前2年就超想要这个东西的，穿大衣也不用怕冷，也不用怕被风吹，因为你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护底。因为大冬天的时候，其实毛线帽啊、什么帽子都已经没有用了。你看这个帽子就是完全的可以遮住，然后它可以变高领，它也可以这样拉起来。是不是很有南方公园的感觉？这一个单品是我非常想要很久，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人能懂我的需求的单品。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单品的话，麻烦留言告诉我。超棒的，好棒。All I do is flip these beats, giving them smoke like weeds. All about the green like weed, and I want the blue like cheese. Spend a couple years